最近那个 Heptabase 公测，然后我之前阴差阳错在那个核桃派直播的时候拿到了一个 Heptabase 的一个公测的，不是公测名额，就是一个赠送的一个账户。然后最近2年用了一下，然后结合了之前使用 Obsidian 的那个体会，来说一下就 Obsidian 的先进性和 Obsidian 的这个成熟。然后首先你简单的先看一下 Heptabase 的这个大概是怎么回事。然后它这个界面嘛，最核心的就是这么4块吧。这个是类似于 Twitter 那种输入的，这个是给各种卡片打标签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整个一个总览的一个视图，然后这里就是每一张卡片，然后总之这4个部分都会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单位，就是卡片。然后这2天做了个 PPT，然后用这个 Heptabase 复现了一下这个过程。它是在一个 map 的一个 wide base， 就是一个白板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部分，就从这儿到这儿，中间这部分就是我最终形成的 PPT 的内容。然后左侧这些，有的是没展开的，展开就是也是有内容的。是，不知道怎么让它卡住了。我重新试一下。是不是因为录屏的影响情况呀？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吧。我在 Obsidian 里面用 Excalibur 也复现了这么一个过程。这里还标注出来了，比刚才会更加清晰一些。大概内容是一样的，然后中间这部分是 PPT 的内容，然后外面一个这个橘黄色的部分是我做的数据的高亮，你也可以理解成笔记，因为只是说没有加入说自己的这种同一组织的话，最外一层就是把这些这些高亮嘛，然后聚合到分别属于哪本书里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3层的结构。
为什么我刚才说就 Hyperbase 比较先进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在于这个card 和 tag 的这个东西。目前在这个 Obsidian 里面也有 tag， 但这个 tag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从属的地方，你只有开了插件之后，它才会显示，而且在主界面中也不太有它的位置。我自己用文档的方式实现了一个类似的功能，就是这个 index，我是用索引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是它是叫索引还是叫tag 还是叫标签啊，都不重要，关键是你怎么来使用它。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它把这个 card 和 tag 做成了两种比较核心的概念。那究竟这个 card 和 tag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个实际的笔记内容中可能能够体现出来。现在展示的这个图是那个 Obsidian 的 Graph View， 就是图谱。比较明显的能看到说有这么一团一团的东西，其实是一本书。然后这个最大的就是那个书的一个目录吧。然后点开可以看到，这是书，然后这是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这里是作为这种嵌入的方式引用的，那边是一条一条的高亮。然后回到这个图谱，就是每一个团块是一本书，是以红色的这个颜色表示出来。仔细的看的话，这张图里还会有一些黄色的部分，黄色的部分其实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索引的部分，就是一个词一个词这种东西。然后大概的这个张图整体的结构就是说，先不考虑这种聚合嘛，就是每一个这么一个点对应着Obsidian 里的一个文档，可以点开随便找一个点开看一看。就你也可以说理解成一段话或者是一句话，也就对应着这个 Hyperbase 里的这个card 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导出之后也是一个 MD 文档。那么另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这种索引一个词，它能够让 card 和 card 之间，或者是笔记和笔记之间产生这种关联。我们随便找一个例子，因为全局的话，有时候你真正要做的时候，还需要深入去观察它具体的一个细节。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国家这一个索引吧，它会有这么多的关联的一个书。如果我们展开一集的话，就能看到它这些书的一些更多的一些笔记。这里因为它这个不能存储，如果你想更清晰的看的话，你可以把它的这个分类做出来。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一条一条的高亮，这个黄色的是刚才的索引。你通过这里就能看出来，就能发现，比如说国家和哪些书有关，然后这些书又和哪些词有关。
那么你就可以去分析，比如国家和财政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哪些词是相关的，哪些书是相关的。比如现在是我们以看一个索引的方式进入的，如果我们进入到一条笔记里面，因为这个需要找到一条有那个，这不可能，最好是你能找到一个那个有多个多个索引的那种笔记会比较好。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笔记叫什么来着？这样你就能去在这种基于索引和卡片关联的这种关系中不断的去这种漫游，然后不断的发现你和你当前所关注的问题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这样你点这个可以往下继续进入，这边它会有一些有关的一些书，然后你继续在这里跟点，它会可以反正就是不停的去寻找，然后找到和你当前关心的问题相关的内容，然后你又可以添加到你的这个白板里面。这边比如说你添加了这么些高粱，然后基于你的需要，你可能每一张 PPT 会引用不同的这种高粱，因为你刚开始添加进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随机的散落在这种白板上。基于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你想去怎么样去输出它的考虑，随之这些高亮会有了一些聚合，然后分组，然后形成了每个高亮可能能够聚合成一张 PPT，随着不断聚合，然后你的 PPT 也就有了这个一个思路，然后你的内容也就随之能够产出了，最终你能形成这种笔记对应到 PPT 的这种结构，那么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内容从阅读到整理到输出的这么一个过程。这里是你画的这张白板，如果你要是查看这张本地的图的话，你就能够看到。图有时候很奇怪，就是
你好像只有晃晃它才会比较合理的去分布。你就能看到这里的聚合，然后比如这里的一个数，然后这里是一个数，这里是个数，哦，应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里吧，这里这三本对应了这边比较引用比较多的这三本书，整个图谱的结构和你这个最终形成的这个白板里的结构是有非常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它可能这种细部的每一个输出的块之间的关系，它没有表现在这个图谱里。所以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Hyperbase 的先进和 Obsidian 的成熟在哪里呢？就它的就是 Hyperbase 从理念上它比较鲜明的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这种操作，不会让你比如说在这个 Obsidian 里面去比较，因为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些文档，然后然后有一些双链，然后你怎么组织是由你来去组织的，所以它没有区分出来这两种东西，那么就会造成一些虽然是很小的部分，但是如果没有了这种基于词基于词和卡片之间建立这种关系，你就会让你的整个的就是它所谓的这种基于联系的思考，产生很大的这种阻碍，不能流畅的进行这种漫游。有时候你不得不去，比如说去不停的一个一个去找啊，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呃，那么后面我所说的后面一部分 Obsidian 的成熟体现在哪里？虽然我用了2000这个 Hyperbase，我发现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有一些问题让我阻碍我不能很好的去用。你比如说，你现在随便新建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卡片，它的这个长宽都是固定的，那么我的内容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很短，有的时候可能很长。那么这个问题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需要不停的去调整。如果我不去调整的话，那么这么一些空白的空间就会非常浪费整个屏幕的空间。这样对于你去对比啊、去调整、去整理这些内容是非常的这种非常的浪费的，就是也会造成很大的阻碍。还有一个问题是，它这个 Hyperbase 目前的这个数据是内部的，就是它不像 Obsidian 这些每一个文件都是基于本地的文件，你可以从外部进行编辑，都很方便。虽然说 Hyperbase 可以导出成那个 Markdown，但是那个 Markdown 只能作为一种对外使用，就是别人来使用它的一个东西，你不能对那个导出的东西进行编辑，然后再次导回来，这样对于比如说你想自动化或者编程去实现一些这种卡片的添加啊，或者是呃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我现在的这个工作流，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一个编程一些程序，
比如说，嗯，我这里的每一本书的每一个提取都是由那个程序自动来提取的。为什么说这种自动化也比较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没有这种自动化的流程的话，呃，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阅读的时候不停一条一条的在这个笔记软件里添加，这样相对来说，嗯，会是一个打扰，因为很多时候阅读和你呃对于一个问题的思考和整理，其实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最好是你阅读的时候，比如说做了高亮，做了笔记，然后随后你把这些阅读的内容整理成提取成笔记，就是单独提取出来，然后放在笔记软件里进行这种关联，和聚合整理之类的工作。所以它现在这种没有这种开放式的文件结构的方式，就会让我不太好去使用它。还有一些比较细的问题啊，比如说它这里的箭头啊，不能直接调整，因为比如说你你这个输出的过程中，你比如说你想把这一页放到下面，你可以这样直接把这个箭头拖过来，它现在不行，它现在只能重新新建一个，把这个删了，这样来做。但是这个Excalibur 这个里边它就比较好的实现了这个功能。你比如说这么一个箭头，然后你可以这样拖动去改变它指的指向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也是我说的 Obsidian 成熟的地方。Obsidian 这个成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可能开发的时间比较长了，另外也依赖于它有着这种比较开放的生态，然后他们这个就是这个软件的开发者主要可能做了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可以做这种插件的开发，这个开一座就是一个插件，然后这样就会造成基于这种强大的生态，然后让里边的功能比较丰富。虽然这种东西会让一些刚使用的人有一些不太就是怎么说上手的成本会比较高，因为他要自己去选择插件，以及怎么样来组合这些插件的来使用。但是有了这种呃很多人共同去完成这个软件的这种功能，那么就会形成它会有很多丰富的功能，让你自己可以去组合。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个 Obsidian 成熟的地方。所以目前来看，可能我还是会更多的在这个 Obsidian 里去完成这种工作，因为呃其实只要你组合的好，你基本的功能在Obsidian 里都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再细的介绍一些，比如说这里这个其实是一个嵌入的 Markdown 文档，呃，诶，它其实是把那个文档转化成了一张图片嵌入的。你可以用这个 Ctrl Shift Click，对，应该是这边这个图锁定了问题。开了一座，哎，
这样就行了。就这里就是Ctrl Shift Click，你可以直接在旁边打开这个实际的一个文档，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做你的那种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啊，比如编辑怎么都行。然后你改了之后，这里也会同步。这里你又可以看到它和这个Hyperbase 就非常像。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功能，就是呃在于这些图形它都可以以编程的形式自动化去完成。我设想的这种以后的工作流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嗯，比如说你想到了一个问题，然后你找了一个这个内容，你觉得我想找更多的可能和这个内容相关的内容，你就打开你的呃 local graph 本地图谱，然后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几级的关联去找一找，然后不停的就比如说你跳的，我现在随便找一个地方，这都是同一本书，不管了，反正就是你觉得这个有用，然后你找一个在其他的相关的东西，你可以比如说做一个插件啊，或者是怎么着，你可以把这个图点击一键就添加到你的这个白板里面，然后你就是不停的去找，然后把你相关的东西都添加进来，然后在这个白板里进行这种组合，那么这样就一个体现出它的开放性，一个体现出它的这种自动化的能力，所以是真正你把这些流程真正完善起来，是非常顺畅。所以大概以上就是我这2天基于使用 Hyperbase 和这种 Obsidian 里面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总结吧。然后希望能够对看视频的各位有一些帮助，然后也感谢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和一起讨论的这些朋友们呃的思想的碰撞。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交流。好，谢谢大家。